我们的宇宙中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超越光速这绝对不是标题党，且请我慢慢道来。我们说光速不可超越，其实指的是在我们宇宙中的信息传播速度不能超过真空中的光速。那么有质量的粒子不能达到真空中的光速，只能无限的接近，对吧？那至于原因到底是啥，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是原理性的东西是狭义相对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以我们人类现在的能力来说，还不能去追问为什么。如果你非要问那我只能说超光速会破坏现实的因果性，就只能这么解释了。其实在我们的物理学中还有很多原理性的东西比如两个粒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它的能量、动量、角动量它总是守恒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宇宙中有三类基本的对称性时间平移对称性、空间平移对称性、空间旋转对称性。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基本的对称性，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说我们的宇宙它就是这样的，你只能接受，不能问为什么，对吧？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光速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宇宙的速度极限是真空中的光速，它等于 c。但是我们知道光在介质中的速度是要小于 c 的，比如光在水中的速度是 v， 它就等于 c 除以 n 那这个 n 就是介质中的折射率，一般都大于1。比如水的折射率大约是 1.33， 所以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就是真空中光速的 0.75 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被加速到 0.99c 的电子就可以在水中轻而易举的突破光速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介质中的光速会变慢？当电子在水中突破光速以后会怎么样？好，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比如说光在介质中变慢的原因是因为折射导致了光发生了偏转，路程的增长就造成它的速度好像变慢了。这个解释其实并没有说到本质的问题。真正让光速变慢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光是电磁波，是互相垂直交替震荡的电场和磁场。现在我们只考虑光的一个分量就是电场分量，它是一个横波。我们平时说的光速也就是这个波长乘以频率指的就是这个波的像素度。那么像素度说的就是波峰的传播速度，或者是波谷的传播速度或者是你在波上找一个波峰，就看这个波峰它向前传播的速度，它就是波的像素度。由于像素度不传递任何的信息，所以波的像素度它可以大于光速，也可以小于光速当然波还有群速度，它指的是波振幅外形上的变化在空间中传递的速度，也就是一个波包的传递速度，它才是一列波传递的真实速度。由于波包可以传递能量和信息，所以波的群速度它不能超过光速，但是的话它可以小于光速。好，那下面我就说一个我看过非常通俗的例子来帮大家理解一下。现在你拿一个电钻在一个非常坚固的墙上打洞，你会看到钻头上的螺纹在以非常高的速度在前进，但这并不是钻头在墙里的这个前进速度，对吧？你看到的只是螺纹的像速度，钻头在墙里的前进速度才是群速度。由于群速度涉及到了整体上的信息在向前推进，也就是整体上的钻头它在向前推进，所以它不能超过光速，对吧？现在理解了吧？好，那下面我们继续说介质中光速的问题我们知道不管是啥介质，里面都有原子，原子里面都有电子一束光在经过这些电子之后，这些电子就会非常的兴奋，它们会跟着光的这个电场分量有节奏的震动起来，然后电子的震动抖动就会向外释放出新的激发电磁波。由于两列波在相遇以后就会叠加在一起，比如说两列相同的波现在叠加在一起以后，它的波峰就会变得更高，波谷就会变得更低当两列这个波峰波谷刚好完全相反的波现在叠加在一起以后，这个波峰和波谷就会完全抵消掉了。那么两列完全不一样的波现在叠加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形状不一样的新波。那通常情况下，这个激发出来的电磁波的像素度都比真空中的光速要小，所以它俩叠加以后就会改变之前入射电磁波的像素度，也会改变群速度，所以光线进入介质以后速度就会降低所以说现在有一个被加速到 99% 的电子和一个光子同时进入水中，那么这个时候光子的速度就会因为介质的存在而被减小到原来的这个3/4，那么这个电子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超过光速了，在水中超过光速了。但是它并没有违反相对论那最后一个问题，电子在水中超过光速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知道电子它带负电，它在水中传播的时候会吸引水分子，因为水分子它是一个极性分子。当这个电子的速度比较低的时候，水分子在电子的周围的极化方式它是对称的，也就是图中左边的样子。
所以这些偶极子，也就是水分子啊，产生的极化电场就会因为对称而抵消掉的，因此水分子它不会向外释放出电磁波。但是当电子的速度现在在水中超过光速的话，那么水分子就会在电子的周围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极化方式，也就是这个右边的情况啊。那么当水分子现在回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瞬间变化的电场，然后这个瞬间变化的电场就会产生磁场，对吧？然后就会释放这个电磁波。这些电磁波多以短波辐射为主。那么由于我们人的眼睛对蓝光非常的敏感，所以这个切伦科夫辐射啊看起来就是蓝色的，对吧？这也是为啥我们会在核电站的水中看到那个幽幽蓝光啊，因为核电站的工作的时候，它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电子，它们在水中传播的时候就会超过光速，然后就会释放出这个克伦契夫辐射。那么利用这个原理，我们还建造了这个中微子探测器，对吧？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亮关注，我们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